火烈鸟如何干碎 S-400？硬核拆解乌克兰自研巡航导弹，3000公里射程，强拆俄导弹心脏。不久前，一张超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让俄罗斯军工界的心都在滴血。位于俄罗斯腹地的沃特金斯克工厂被硬生生砸出了一个30米乘24米的巨大窟窿。请注意，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工厂，它是俄罗斯战略打击力量的绝对心脏，专门负责生产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、匕首高超音速导弹，甚至还有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。而这次一拳砸穿这颗心脏的，并不是美制导弹，而是乌克兰那款早有耳闻，甚至曾被部分人质疑简陋的自研巡航导弹火烈鸟。虽然这款带着粉红色涂装的导弹早就亮相过，但直到这次一击毙命的实战战果，以及近期曝光的长期量产大单，外界才真正见识到这只火烈鸟的杀伤力究竟有多恐怖。那么，一款战时赶制出来的自研导弹，究竟是怎么干碎俄罗斯 S-400 防空网的？要看懂这场经典的矛盾之争，我们得先重新认识一下这只火烈鸟。关于火烈鸟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其实是个美丽的意外。当初第一批下线时，因为涂料出了点问题，导弹外壳变成了骚气的粉红色。乌克兰人干脆将错就错，直接叫它火烈鸟。但如果你被它粉嫩的名字骗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它的真身是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制的 FP5 大型巡航导弹，它的参数主打一个力大专飞，翼展长达6米，弹体重达6吨。战斗部更是高达惊人的1吨，最让人胆寒的是它的射程超过3000公里，这意味着只要它从乌克兰起飞，俄罗斯境内90个主力空军基地中的70个都在它的无死角射程之内。以前很多人分析过火烈鸟的外观，得出的结论是这玩意儿太粗糙了，没有美军战斧那种复杂的折叠弹翼，发动机也是简单粗暴的挂在尾部上方，甚至连发射管都没有，只能装在卡车的简易导轨上发射。制导方式也就是基础的惯性导航加上 GPS，缺乏高级的地形匹配或图像匹配能力，这注定了它无法像顶级巡航导弹那样贴着树梢进行超低空隐蔽突防。在直面数据上，它那庞大且毫无隐身设计的弹体，简直就是俄罗斯 S-400 防空雷达屏幕上的活靶子。但是乌克兰的工程师傻吗？当然不傻，这恰恰是乌克兰在战时高压下做出的最轻型的技术妥协。既然造不出能隐身突防的高端货，那就追求极致的结构简单和成本低廉，目的只有一个：疯狂爆产能。面对号称世界第一防空网的 S-400， 火烈鸟的突防逻辑非常直接，用绝对的数量和威力强行把防空网撑爆。据乌克兰国防采购局透露，火烈鸟已经签订了长期生产合同，月产能预计可达50枚。一旦大批量投入战场，乌军的战法就是饱和式绞杀。试想一下真实的战场画面，乌军先释放成百上千架极其廉价的自杀无人机，像乌云一样扑向俄军阵地。S-400 的雷达通道被瞬间塞满，昂贵的防空拦截弹被快速消耗殆尽。就在俄军防空网出现喘息和漏洞的瞬间，几十枚携带着1吨重高爆炸药的火烈鸟，携裹着9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呼啸而至。只要防空网漏掉一只火烈鸟，在军用级 GPS 的精确引导下，这1吨重的战斗部砸下去，无论是 S-400 的指挥车还是雷达站，都会瞬间被炸成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，连渣都不剩。这种战术不是停留在纸面上，而是已经结结实实地打疼了俄罗斯。沃特金斯克工厂，俄罗斯战略导弹的孵化器。卫星图清晰地显示，火烈鸟导弹不偏不倚，正好砸穿了工厂内最核心的19号厂房。这是一个极其要命的部位。19号厂房是电镀和冲压车间，负责金属成型和火箭主体部件的表面处理。导弹从爆炸模式和坍塌情况来看，爆炸中心直接在建筑物内部起爆，整个车间内部已经被完全烧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罗斯在2022年秋天才刚刚花了大力气建好了这个3000平米的新电镀车间，指望着它来扩大伊斯坎德尔和匕首的产能，结果这一炸直接把俄罗斯核心导弹的生产周期给卡死了。火烈鸟的实战成功和批量交付，对于目前的俄乌局势有着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。以往乌克兰想要打击俄罗斯纵深，总是要看西方国家的脸色，稍微打得远一点就会被警告不要越过红线。但火烈鸟是彻头彻尾的乌克兰纯国产武器。乌克兰国防采购局局长明确表示，他们签署的是本土制造的长期合同，这意味着乌克兰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重剑，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强拆俄罗斯内陆的战争机器。这只带着粉红色涂装的愤怒之鸟，正在用一次次实打实的废墟和烈火告诉克里姆林宫，如果战争继续，乌克兰的暴烈打击将如约而至。好了，本期关于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硬核就到这里。你认为在火烈鸟的量产颜色下，俄罗斯的纵深军工体系还能支撑多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。喜欢的话，请点赞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